可口可乐这个名字，中文的意思就是既可口也可乐。早在1920年代就已经在上海生产，但它并没有一个正式的中文名字。最初使用中文名字是可可可娜，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蹩脚的译名的原因，他们并没有在中国市场上取得什么成功。在这之后，这家可乐公司便在全球征集译名，而当时正在英国留学的中国学者蒋怡便以可口可乐4个字击败了其他的对手，拿走了奖金整整350英镑。这个神奇的名字就这么诞生了。而它本身的英语名字 Coca-Cola 是由他们公司的会计师，是的，不会起名字的会计师不是好的物理学家，弗兰克·罗宾逊从糖浆的2种成分古柯的叶子 Coca 和可乐的果实 Cola 激发出了命名的灵感。而罗宾逊为了在商标在视觉上的统一，将 Cola 的 K 改为了 C， 然后在2个字的中间加上一个连字符，用斯宾塞提草书体写出了这一著名的品牌标识。可口可乐的前身其实是一种药水，它由美国亚特兰大的一个药剂师所发明，目的是为了治愈偏头痛。而世界上第一瓶真正的可口可乐诞生于1886年，据说它的秘方 7X 一直保存在亚特兰大的市银行的保险柜中，只有几个高层董事依次用钥匙才能打开，而且掌握钥匙的董事们还不能同时乘坐飞机，因为传说若飞机出了什么不测，这个绝密配方也就永远的消失在了地球上。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素，无疑赋予了可口可乐一种神秘独特的气质，吊足了消费者们的胃口。接下来的12年后，也就是1898年，这位行业的挑战者也诞生在了美国。正是由于和拥有神秘配方的可口可乐在口味上以及在口感上的无限接近，便借着可口可乐之名蹭个流量，百事可乐这个名字油然而生。更值得一提的是，百事可乐更是宣称其功效是治疗消化不良，前一个可乐是一头，后一个可乐是一胃。这样的对标，百事可乐似乎一上来就是要搞事情的样式。但是由于可口可乐早先12年的成长，市场的处女地已经被其完全开发，声名远扬，并也实际上已控制了绝大多数碳酸饮料的市场，无人能敌。不过可口可乐并没有一口吞并当时其实微不足道的百事可乐，以至于那些微不足道在后来的时间里一步步让可口可乐惨遇窘境。在当时的饮料市场，可口可乐是绝对的市场领导者，而百事可乐一直是一个市场的追随者，或者说是一个挑战者。作为后者，通常只有2种选择，一就是向行业的头部老大硬碰硬，非此即彼的方式，以夺取更多的市场份额；二呢，就是错位竞争，只吃人家剩下的，或者是不愿意吃的。虽然这样听起来不太体面，但对于一家规模不太大的公司来讲，这更有于其慢慢扩展自己的市场份额。一开始百事选择的也是第2种方式，但经过漫长的半个世纪的实践，百事可乐公司发现，随着公司的发展，后一种的选择已经和慢慢做大后公司所需要的资源和企图心越来越不匹配，自身不断壮大，倒逼着自己必须越来越强势。于是百事可乐开始采取前一种战略，向可口可乐发出了强有力的挑战。1975年，百事可乐在达拉斯进行了品尝实验，将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都去除了商标，匿名品尝可乐的实验。结果呈现出一边倒的趋势，80%的顾客选出口味更好的可乐都是百事可乐。随后百事可乐对此大肆宣扬，在美国各大电视台狂轰滥炸后，局面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百事可乐在美国的饮料市场份额由 6% 猛升到了 14%， 距离可口可乐仅差1个百分点，而这让可口可乐终于坐不住了。他们试图改变90多年来从未改变过的配方，虽然在测试阶段他们得到了大多数消费者的认同，新口味要比原本的口味要比百事可乐都要好，但是最终的结果却反映出消费者的一个微妙的心理变化。可口可乐可一直是行业的被追逐者，可现在倒过来了，他们却改变了，使得人们主观地认为可口可乐仿佛确实真的已经不行了。更令人讽刺的是，在可口可乐宣布新品上市的当天，百事可乐公司却给所有的员工放假1天，似乎是在表示今天是一个胜利的日子，因为对手因为他们而投降了。
经过年轻化的广告轰炸，加量不加价的营销手段和老对手可口可乐的一些误判，百事可乐终于在它诞生了92周年的时候赶上了竞争对手，也就是1990年两种可乐平分市场。在零售方面，百事可乐甚至超出了1亿多美元。1997年，百事可乐公司全球销售额为292.92亿美元，位列财富杂志世界500强第92位，并荣登饮料行业企业世界冠军。可口可乐只能屈居亚军，销售额只有188.68亿美元，排在201位。而如今，作为碳酸饮料市场的双雄，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这对冤家已经进行了上百年的竞争与厮杀，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是红还是蓝的争论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每出现到底是百事可乐或者是可口可乐好喝的争论，总能引起大量的回复。在中国，就连做个可乐鸡翅的视频，究竟用哪种可乐好的弹幕，都能从视频的开头吵到了结束。但距离百事超过可口可乐的年代又过了20多年，我们必须得承认，现在碳酸饮料的市场，可口可乐依然稳稳地保持着领先。据英国发布的2017年全球最有价值的软饮料品牌25强排行榜，可口可乐品牌价值为318.85亿美元，名列第一位。名列第二位的百事可乐价值为182.79亿美元。以美国34家主流品牌餐厅为例，快餐巨头麦当劳、Subway、汉堡王和达美乐供应的都是可口可乐家的软饮料。百事可乐虽然也拥有必胜客、肯德基等我们熟知的快餐品牌，版图却比可口可乐少了将近一半。在各类品牌价值排行榜中，可口可乐的排名也比百事领先很多。来自德国的数据公司 Statista 于2018年5月份发布的榜单，可口可乐的品牌价值约为百事可乐的 6.4 倍。不管谁先谁后，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两家碳酸饮料公司都是伟大的企业。但就在这些年，就是这两家以碳酸汽水出名的巨头，都开始了对非碳酸汽水的产品布局。从市场上来看，百事采取多元化的发展策略，一直在积极进行健康业务的转型。也基于这两大巨头拥有完全不同的经营理念和主要产品构成的因素，很清楚地体现了两家的区别。作为碳酸饮料的龙头企业，可口可乐在收购对象的选择上较为谨慎，且更加专一。他们收购范围基本在饮料领域进行，但百事可乐看起来则有志于包揽更多便利店中休闲食品的货架，使得百事并不是一家单纯的饮料公司。就算他们的饮料相对疲软，但乐事、奇多、多力多滋等休闲食品却帮助百事寻找到了新的利润增长点。也许对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这两大碳酸市场巨头来说，他们收购的策略折射出了各自不同的发展方向。2018年，可口可乐也出资39亿英镑买下英国老牌咖啡品牌 Costa， 进军大热的咖啡市场。而反观百事集团，除了刚才提到的子品牌，近几年收购了多家主打健康食品的品牌。值得一提的是，在2020年的2月，百事宣布收购中国百草味100%的股权。可见，现如今的市场已经逼迫两家巨头都在战略上寻找各自特色的多元化。曾经，可口可乐被认为是全世界最专注的公司，他们仅仅使用那个经典的玻璃饮料瓶的形象，就可以与各种场景相关联，以此打造一个清晰的、经典的、世界级的超级大 IP。同时和神秘配方以及独特的生产方式一起，构成了难以被攻破的防线。在过去，这些因素不仅在商业上取得了成功，也获得了很好的名誉，赢得了所有人的称赞。所以，如果时间倒推20年，多元化肯定不是大家都想走的路，因为拥有一个绝对领先的品牌，就意味着更容易制定行业的标准和创造稳定的收入。但今天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对于需要直面消费者的产品。一方面，现在信息传播速度加快，观念更迭频繁，很难再用同一个理念让个性迥异的人们形成相同的共鸣。在另一方面，因为市场的倒逼，产品的创新与换代的速度加快，把消费者惯得越来越习惯喜新厌旧。虽然这些人性的弱点，顾客们在表面上、嘴巴上不愿意承认，
但商业市场的敏锐洞察力监视着消费者们不自觉却诚实的消费习惯，并且及时而且准确。如果品牌无法及时顺应瞬息万变的消费潮流，无论创造多少的辉煌，总有一天都会走下神坛。甚至说不定打败可乐的不一定是另外一家可乐公司。越来越多的年轻消费者不再对传统的肥宅快乐水拥抱热情，而品牌死忠粉们也仅仅是对2个公司所出品的一种饮料肉搏买单。如果想要在整个饮料行业的格局中继续获得新的利益，就算是行业的老大老二，也得老实的趴在地上，嗅着市场哪怕放出那么一丢丢的线索。对于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来说，向全世界提供可以带来快乐的饮料，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做出差别的口味就可以了。因为在这个时代，什么是快乐都已经没有了标准的答案。也许这对相爱相杀的红蓝 CP 的未来，只有时间才能最终检验他们各自的选择。我是好什么，这里是好说好说的节目，我们下期见，拜拜。